汽车引擎的核心职责在于提供车辆前进的动力。然而，以下列举的25款堪称灾难性的引擎却未能履行其基本使命，反而给车主带来了无尽的困扰。这些引擎因其显著的设计缺陷而声名狼藉，频繁发生的故障以及随之而来的巨额维修费用，使得拥有这些引擎的汽车车主备受煎熬。从易损的正时链条问题到令人头痛的过热现象，这份2025年的榜单揭示了历史上最令人失望的汽车引擎，它们曾经被安装在行驶于道路上的车辆之中。第25位，大众 1.4 TSI 引擎。这款大众 1.4 TSI 引擎被广泛应用于包括高尔夫和捷达在内的诸多畅销车型。它首次亮相于2005年，能够输出最高达180马力的动力以及184磅英尺的扭矩，在燃油经济性和驾驶乐趣之间取得了理想的平衡。但是这款引擎的声誉却因其突出的正时链条问题而蒙上阴影。这些问题常常引发严重的发动机故障和高昂的维修费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正时链条张紧器极易发生过早失效的情况，从而导致代价不菲的发动机整体检修，这个令人诟病的可靠性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它提醒着潜在的二手大众汽车购买者，务必仔细检查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并且可能需要考虑选择那些搭载了更为传统且可靠性更高的发动机的车型。第24号，奥兹莫比尔柴油 V8 发动机的重塑。奥兹莫比尔的柴油 V8 引擎曾被应用于包括奥兹莫比尔98和 Cadillac 在内的多款车型之中。这款引擎诞生于1978年，能够产生120马力的动力以及220磅英尺的扭矩。起初，这款引擎被寄予厚望，但不久之后便因其可靠性问题而声名狼藉。问题的根源在于其设计，它是在汽油发动机的缸体基础上开发的，而这种缸体难以承受柴油发动机更高的压缩比，这一设计缺陷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机械故障，例如气缸垫的损坏和缸体的裂缝。发动机不仅动力输出不足，而且频繁发生故障。这些问题不仅使得当时的美国消费者对柴油车型失去了信心，同时也对通用汽车的声誉造成了损害。时至今日，奥兹莫比尔柴油 V8 发动机的案例仍然是一个关于创新失败的警示。它强调了在汽车设计过程中严谨的工程设计和充分的测试至关重要。福特 Pinto 2.3 升 OAC 引擎，一段经济性与质量挣扎的印记。1974年，随着福特 Pinto 的问世，一款排量为 2.3 升的顶置凸轮轴 OOC 发动机也随之投入使用。这款引擎的研发初衷在于提供经济性和燃油效率，这在当时的石油危机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这款 2.3 升直列4缸发动机能够产生88马力的功率和118磅英尺的扭矩，即便以当时的汽车标准衡量，这样的动力性能也仅能满足基本需求，算不上优秀。然而，可靠性成为了这款发动机的主要痛点。正时皮带经常发生断裂，冷却系统也频频出现故障，导致过热，而化油器则需要持续进行调整。实际的动力输出和扭矩表现都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这让许多车主感到不满。糟糕的部件布局以及低劣的材料选择，使得这款发动机的维修过程既令人沮丧又非常昂贵，这进一步损害了其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最终，这款发动机因其固有的缺陷而声名狼藉，它也成为了福特汽车在追求经济性和产品质量之间艰难权衡的一个负面例证。第22名，雪佛兰 Vega 的铝制引擎，一段警示性的创新尝试。1971年，随着雪佛兰 Vega 的首次亮相，一款引人注目的铝制发动机也随之问世。这款引擎能够输出90匹马力，并提供120磅英尺的扭矩。在那个年代看来，这样的动力表现尚可圈可点。尽管当时这款发动机被标榜为一项尖端科技，然而其内在的缺陷迅速掩盖了其潜在的优势。铝制缸体经常出现变形和过热的情况，这主要归咎于冷却系统设计上的不足以及质量欠佳的缸壁镀层。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过高的机油消耗和发动机部件的过早磨损。为了实现轻量化和降低生产成本，这款发动机采用了无缸套设计。然而这一创新之举却牺牲了实际使用中的可靠性。频繁发生的缸垫故障进一步加剧了消费者的不满，并显著增加了维修开销。上述种种问题严重损害了公众对通用汽车工程技术的信任。最终 Vega 的这款发动机因其极低的可靠性而声名狼藉，并成为了一个关于仓促创新的负面案例，为后人敲响了警钟。第21名，凯迪拉克 V864 引擎。
凯迪拉克 V864 引擎首次亮相于1981年，其研发的主要目标是提升燃油经济性，以应对当时持续攀升的汽油价格。这款发动机被应用于 DeVille、Seville 以及 Eldorado 等车型上。该款 6.0 升 V8 发动机能够提供140匹的动力输出，同时扭矩达到265磅英尺。其创新之处在于配备了气缸关闭系统，使得发动机能够在 V8、V6 或直列4缸 B4 等多种模式下运转。尽管这项技术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实际应用中却暴露出诸多问题。早期搭载的计算机系统在控制气缸模式切换时的稳定性不佳，由此引发了点火失败、换挡冲击以及频繁的维修。其复杂的设计结构让维修人员和驾驶者都感到非常棘手。这种糟糕的可靠性对凯迪拉克在豪华车市场和技术创新领域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尽管后期凯迪拉克对 V864 发动机进行了一定的改良，但它仍然被视为一个过度宣传，未能实现其创新承诺的典型案例。第20名，捷豹 Nixel V8 引擎。1996年，捷豹推出了其 Nixel V8 发动机，这款引擎被应用于当时的 XK8 与 XJ8 两款车型之上。它能够提供290马力的动力输出以及290磅英尺的扭矩，以其平顺细腻的性能表现而著称。然而，这款引擎的致命缺陷在于其采用的镀镍硅铝制钢套技术。尽管最初的设计意图是通过这种技术来降低发动机的磨损，但这些钢套对美国市场低质量燃油中含有的硫成分非常敏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硫的侵蚀会导致钢套性能的衰退，进而引发压缩不足、发动机失火，甚至更为严重的引擎故障。这无疑让那些对豪华汽车的可靠性抱有较高期望的消费者感到失望。尽管捷豹随后通过更换为制钢套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 Nixel V8 发动机所带来的负面声誉却难以完全消除。这款引擎的案例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即使是富有创新性的设计理念，在实际应用环境中也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和意想不到的挫折。第19名，奥迪 2.7 升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奥迪的 2.7 升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通常被称为 2.7T V6， 首次亮相是在1997年与 B5 世代的奥迪 S4 一同面世。这款引擎能够产生250匹的动力，并提供高达258磅英尺的扭矩，其卓越的性能表现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然而，其结构设计相对复杂，尤其是在狭小的发动机舱内布置了2颗涡轮增压器，这使得日常维护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同时也大幅提升了维护所需的成本。常见的故障问题包括涡轮增压器过早损坏，通常是由于油泥堆积所致，散热效果不佳，以及需要频繁更换正时皮带。若对这些方面疏于保养，极有可能导致引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此外，气门室盖垫漏油和点火线圈故障也是这款引擎较为常见的困扰。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其可靠性方面的担忧。尽管上述问题对这款引擎的声誉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并显著增加了车主的维护开销，但这款代号为 2.7T 的引擎依然深受汽车爱好者的喜爱。这主要是因为它蕴藏着巨大的改装潜力，并且能够带来令人血脉奔张的驾驶体验。总的来说，尽管其在可靠性方面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奥迪的 2.7T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凭借其出色的性能表现，在车迷心中仍然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第18名，宝马 N62 V8 发动机。宝马在2001年率先将其 N62 V8 发动机应用于 E65 七系轿车之上。这款引擎的最高输出功率达到了360匹马力，扭矩峰值则为360磅英尺。凭借其运转的丝滑特性以及前沿的工程理念， N62 V8 发动机能够提供连贯且充沛的动力，并因其技术上的突破性而赢得了广泛好评。然而，这款发动机也并非完美无瑕，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弊端，例如气门杆油封的潜在故障可能导致车辆出现机油消耗异常以及尾气排放冒烟的现象。此外，正时链条的耐用性问题也可能引发高昂的维修成本。在冷却系统方面，特别是水泵和恒温器等部件存在设计上的不足，这增加了发动机过热的潜在风险。不仅如此，N62 发动机结构上的复杂性以及部分零部件对高温的敏感性，也是导致电气系统故障和机油渗漏等问题的重要原因。第17名，斯巴鲁 2.5 升涡轮增压引擎。这款 2.5 升涡轮增压发动机首次亮相于21世纪初期，主要应用于 WRX 和 Forester XT 两款车型，其峰值功率能够达到300匹马力，同时拥有290磅英尺的扭矩输出，展现出强劲的动力性能，并结合了斯巴鲁引以为傲的全轮驱动系统，提供了卓越的抓地力。然而，
这款代号为 EJ25 的发动机在可靠性方面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常见的故障包。扩气缸垫的损坏，其高压缩比和涡轮增压的工作模式是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因素。此外，润滑不足也容易导致连杆轴承的过早磨损。涡轮增压器也可能因油泥堆积和冷却效果不佳而发生故障。发动机的整体设计也使其相对容易出现过热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内部部件的磨损。第16名，梅赛德斯奔驰 M272 V6 发动机。梅赛德斯奔驰的 M272 V6 引擎首次亮相于2004年，并被广泛应用于包括俄50和 SLK 350在内的多款车型。这款发动机能够输出268马力的动力以及258磅英尺的扭矩，其性能表现曾一度赢得好评。然而，这款 V6 发动机也暴露出显著的可靠性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平衡轴齿轮的早期失效，这通常归咎于劣质的材料，并经常引发引擎失火、故障指示灯点亮等状况，使得维修既昂贵又耗时。另一个常见的困扰是正时链条的过度拉伸，这无疑增加了车辆维护的复杂性。不仅如此 ，M272 发动机的进气歧管涡流阀也极易发生故障，进而导致汽车性能的衰退，并使得维修开支进一步增加。上述种种缺陷对 M272 发动机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对于那些对梅赛德斯奔驰汽车的可靠性抱有较高期望的豪华车主来说，无疑是一次令人失望的体验。这些问题使得 M272 发动机成为了梅赛德斯奔驰历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组成部分。第15名，保时捷996搭载的 3.4 升 M9601 引擎，这款引擎象征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于1999年首次应用于保时捷911车型，其动力输出达到296匹马力，扭矩峰值为258磅英尺。这款发动机的出现一度被视为保时捷工程领域的一次令人振奋的进步，然而不久之后，它便因中间轴承的缺陷而声名狼藉，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故障，有可能造成发动机彻底损毁，需要付出高昂的维修费用，甚至更换整个发动机。这个问题不仅引发了法律诉讼，也对保时捷在可靠性方面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原本可能成为一项重大突破的技术，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关于创新所伴随风险的警示案例。对于汽车爱好者而言， M9601 引擎深刻地告诫我们，即使是顶尖的汽车制造企业在引入新技术时，也可能会面临挑战。第14位，克莱斯勒 2.7L V6 引擎。克莱斯勒的这款 2.7 升 V6 发动机首次亮相是在1998年，它被应用于克莱斯勒 Concorde 和道奇 Intrepid 这两款车型上。在动力输出方面，这款发动机能够提供大约200匹马力的功率以及190磅英尺的扭矩。以当时的汽车技术水平来看，这样的性能表现还算可以接受。然而，这款发动机在设计上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导致了其声名狼藉的可靠性问题。其中油泥积聚是困扰这款发动机的主要难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内部的油道设计较为狭窄，发动机在高温环境下运行，并且对机油的质量要求较高，若使用劣质机油，更容易产生油泥的积聚往往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例如发动机抱死、轴承过早磨损以及正时链条损坏等。此外，冷却系统的故障，像是水泵发生泄漏，也会进一步污染发动机机油，从而加剧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如此，这款发动机采用的塑料进气歧管也存在容易开裂的缺陷，这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性能的下降。第13名，雷诺 1.2T CE。雷诺于2012年推出了 1.2T CE 发动机，这款引擎被应用于 Clio、Captur 和 Megane 等多种车型。这款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达到了130匹马力，同时能够提供140磅英尺的扭矩。然而，尽管其采用了先进的涡轮增压技术，这款引擎很快便因其在可靠性方面的欠佳表现而闻名。过多的机油消耗问题主要源于活塞环的磨损以及热管理系统的不完善，这被认为是该发动机的一个主要缺陷。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发动机每行驶600英里便会消耗掉1升机油。如果不及时处理，这种状况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机械故障。此外，正时链条的过度拉伸也会引发发动机运转不稳定，并带来高昂的维修费用。同时，涡轮增压器在长时间使用后的耐久性也令人担忧。这些问题给车主带来了诸多不便，频繁发生的故障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额维修费用，严重损害了这款发动机的口碑。由于故障频发且维护成本居高不下，这款发动机的声誉受到了显著的影响。第12名，
本田 1.5T 涡轮增压引擎，本田的这款1.5升涡轮增压发动机首次搭载于2015年发布的思域车型上，该引擎能够输出高达180匹的最大马力，并提供177磅英尺的扭矩。其设计特点在于结构紧凑且效率较高，目标是兼顾车辆的动力表现和燃油经济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可靠性方面的顾虑开始浮现，特别是关于机油稀释的问题。这种现象指的是未完全燃烧的汽油混入发动机机油中，从而降低了机油的粘稠度。长期下来，可能对发动机造成磨损，尤其在寒冷的天气以及短距离行驶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更为显著，可能导致车辆出现顿挫感、动力输出下降以及排放水平的上升。此外，由于直喷技术的固有特性，进气阀积碳的问题也对发动机的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虽然本田已经通过技术升级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改进，但早期版本的 1.5 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可靠性方面与该品牌一贯的高标准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第11名，菲亚特 1.3 Multijet 柴油引擎。菲亚特 1.3 Multijet 柴油引擎是一款在2003年随着菲亚特 Punto 车型的上市而首次亮相的动力单元。这款引擎能够输出高达95马力的最大功率，并提供148磅英尺的最大扭矩。在燃油经济性和实用性方面，这款引擎表现出了良好的平衡，其特点是高效且排放较低。然而，这款引擎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柴油颗粒过滤器的堵塞，这种情况在城市驾驶环境下尤为常见。颗粒过滤器的堵塞会导致排放量的增加、动力性能的下降以及较高的维修费用。此外，涡轮增压器的故障通常与使用了劣质机油或缺乏定期维护有关。偶尔出现的正时链条问题可能会对引擎造成严重的损害。虽然这款引擎在城市道路驾驶中能够基本满足需求，但在高速公路行驶或驱动重型车辆时，其动力输出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暴露了它的性能局限性。尽管存在这些缺点，菲亚特 1.3 Multijet 柴油引擎仍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第10名，日产 2.5 升 QR25DE 发动机。这款 2.5 升 QR25DE 引擎最早搭载于2001年问世的日产 Altima 车型之上，其峰值功率能够达到182匹马力，并且能够提供180磅英尺的扭矩。由于其广泛的适用性和相对高效的表现，这款发动机曾经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其可靠性方面存在一些显著的不足之处。早期生产批次的催化转化器经常发生故障，脱落的杂质有可能被吸入发动机内部，进而导致内部零件的损坏。另一个较为常见的困扰是机油消耗量过高，这通常是由于活塞环的风性不良所引起的，属于一个反复出现的质量问题。虽然正时链条拉伸的情况相对较少，但一旦发生，就会导致发动机性能下降，并带来较为昂贵的维修费用。此外，轻量化的铝制钢体在散热方面也较为敏感，如果冷却系统的维护不到位，容易发生过热现象。上述这些缺陷使得日产的 QR25DE 发动机虽然具备一定的潜力，但在市场上的评价却呈现出毁誉参半的局面。第9名，福特 3.8 LV6 引擎，一段褒贬不一的动力传奇。福特汽车于1982年推出了排量为 3.8 升的 V6 发动机，这款引擎最初被应用于福特雷鸟车型，随后也成为了金牛座和野马等经典车型的动力选择。在性能方面，这款 V6 发动机能够输出高达200马力的最大功率，并提供240磅英尺的扭矩。其设计初衷是在动力表现和燃油经济性之间寻求一个理想的平衡点。然而，这款引擎在可靠性方面却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其中最为人诟病的缺陷便是气缸垫故障。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铝制气缸盖与铸铁缸体在工作温度下热膨胀系数的差异所导致。气缸垫的失效往往会引发发动机过热，并带来高昂的维修费用。此外，正时盖的渗漏以及进气气管垫片的磨损也进一步加剧了这款发动机的问题。尽管这款 3.8 LV6 引擎能够提供一定的动力输出，但在一些较为大型的车辆上，其动力表现常常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第8名，标致 1.6 TFP 引擎，性能与可靠性的双刃剑。标致雪铁龙集团 PSA 与宝马合作开发的 1.6 升涡轮增压直喷 CP 发动机，最早在2006年面世，并应用于包括标致 207GT 和 Mini Cooper S 在内的多款车型。
这款引擎在动力输出方面表现出色，其最大功率可达到270马力，高性能版本更拥有高达221磅英尺的扭矩。然而，尽管这款发动机在性能上可圈可点，但其可靠性却成为了许多车主的心头之患。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正时链条容易发生拉伸，如果不及时对这一问题进行处理，可能会引发发动机失火，甚至造成更严重的潜在损坏。此外，进气门积碳也是这款直喷发动机难以避免的难题。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积碳的产生会导致发动机效率的下降。高压燃油泵的过早失效也是一个常见故障，它可能导致车辆启动困难和动力输出的衰减。涡轮增压器故障和过热问题进一步增加了这款发动机的维护复杂性。上述种种问题再加上相对较高的维修费用，使得拥有搭载这款发动机的车辆的车主们感到困扰，这也使得这款原本潜力巨大的发动机的光芒被一定程度的掩盖。第7名，大众2.2升直喷发动机。这款由大众汽车研发的2.2升直喷发动机首次亮相是在2003年，搭载于 Vectra C 和 Signum 这两款车型上。该发动呢，既能够提供150马力的最大功率以及155磅英尺的峰值扭矩。虽然这款发动机在设计上展现了巨大的潜力，但其可靠性方面却存在显著的问题。一个主要的故障点是高压燃油泵容易过早损坏。由于高压燃油泵在直喷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的失效会导致车辆启动困难和性能表现下降。另一个需要关注的薄弱环节是正时链条，在缺乏适当保养的情况下，正时链条容易发生拉伸或断裂，这可能会导致高昂的维修费用。严重时甚至会造成发动机的整体故障。此外，进气门积碳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尤其是在直喷发动机中。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积碳的累积会逐渐降低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和燃油效率。上述这些缺陷，再加上较高的维修成本，对这款2.2升直喷发动机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尽管其最初的设计理念颇具前瞻性。第6名 ，SOB23 型涡轮增压引擎。SOB23 这款涡轮增压发动机首次亮相是在1990年，与 SOB900 车型同期发布，其峰值功率能够达到225匹马力，而在空气动力学优化版本中，扭矩更可高达258磅英尺，这充分体现了 SOB 在涡轮增压技术领域的精湛技艺。然而，这款引擎在可靠性方面也存在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例如油泥的堆积是一个常见的困扰，这通常与不规范的保养习惯或使用了质量较差的机油有关。油泥会阻塞发动机内的油液通道，从而对引擎造成损害。虽然涡轮增压器能够提供强劲的动力输出，但如果冷却或润滑系统维护不当，则涡轮增压器本身就容易发生磨损和故障。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正时链条张紧器的过早失效，这会导致发动机产生异响，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机械故障。此外，散热器和水泵等部件的故障也相对较为常见，这无疑增加了车辆的维护需求。第5名，三菱的 3.0 升 V6 发动机。三菱的 3.0 升 V6 发动机最早在1986年被安装在其 Galant VR4 型号上。这款发动机的动力输出范围广泛，从140马力到高达320马力不等，其双涡轮增压版本能够产生高达315磅英尺的扭矩。凭借这种多样的动力表现，该发动机既能为跑车提供澎湃动力，也能满足 SUV 的多种使用需求。它以平顺的动力传递和显著的改装潜力而著称。然而，这款发动机的可靠性方面存在较多问题，较为常见的包括气门室盖垫和后曲轴油封的渗漏。这些问题往往导致较高的维修成本。另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是正时皮带的故障，若未按时更换，可能会对发动机造成严重的损害。此外，冷却系统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散热器和水泵容易出现故障。而对于涡轮增压车型而言，涡轮密封件的磨损也会增加额外的维护需求。第4名，凯旋 Stag V8 引擎。凯旋 Stag V8 发动机始于1970年，是专为凯旋 Stag 车型量身打造的动力心脏。这款引擎能够提供145匹的动力输出，并具备170磅英尺的扭矩。其设计初衷在于同时满足人们对于豪华感与高性能的需求。然而，这款 V8 发动机却长期受到严重的可靠性问题困扰，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过热现象。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其冷却系统的设计缺陷。具体而言，散热器的尺寸偏小，且水泵极易发生故障。这些缺陷常常导致气缸盖变形，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发动机整体的损毁。此外，正时链条的过度磨损以及张紧器的失效，不仅使得发动机运转时产生较大的噪音，更带来了高昂的维修费用。再者，其铝制气缸盖与铸铁钢体的组合，由于两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不同，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气缸垫失效和机油渗漏。
第3名，通用3.4升 V6 发动机。通用汽车公司在1993年推出了3.4升 V6 发动机。这款引擎最初搭载于雪佛兰 Camaro 和庞蒂亚克 Firebird 这2款车型上。这款 V6 发动机能够输出高达160马力的峰值功率，同时其扭矩表现也达到了200磅英尺。其设计理念是在动力性能和燃油经济性之间寻求一个理想的平衡点。虽然这款发动机被广泛应用于多种车型，但其可靠性方面也存在一些为人诟病的问题。其中一个常见的故障是进气歧管垫片的损坏，这往往会导致冷却液的渗漏。如果不及时对这一问题进行处理，可能会引发发动机过热，严重时甚至可能造成发动机的损坏。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气门室盖出现漏油现象，并且这种状况会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严重。此外，正时链条的磨损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那些行驶里程较高的发动机中，这可能会导致发动机运行时产生异响，并对性能造成不利影响。不仅如此，这款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经常受到批评，特别是在一些较大排量的车型中，人们普遍认为其动力表现显得不足。总而言之，尽管通用3.4升 V6 发动机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但由于上述这些问题，其在市场上的评价呈现出好坏参半的局面。第2名，通用汽车5.4升 V8 发动机。通用汽车的5.4升 V 型8缸发动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这款引擎最初被应用于包括雪佛兰蒙特卡洛和庞蒂亚克伯纳维尔在内的多款车型上。在动力输出方面，该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能够达到230马力，同时可以产生高达300磅英尺的扭矩。其设计初衷在于寻求性能表现与日常实用性之间的平衡，因此广泛搭载于全尺寸轿车及卡车系列中。然而，这款发动机在面世后也遭遇了一系列的难题。为了符合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并提升燃油经济性，其动力表现相较于早期的 V8 引擎有所减弱。在可靠性方面，常见的问题包括凸轮轴和挺杆的早期磨损，这种磨损往往会产生异响滴答声，并缩短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此外，气门室盖和进气歧管垫片也经常发生泄漏，这无疑增加了维护的复杂性。与此同时，化油器需要持续的进行调整，以维持发动机的正常性能，这一点常常让车主和维修人员感到困扰。第1名，兰奇亚 Beta Volumix 发动机。1983年，兰奇亚 Beta Volumix 发动机首次出现在 Beta Coupe 车型之上，标志着一项旨在提升性能的技术尝试。这款排量为2升的直列4缸发动机，其独特之处在于搭载了一台机械增压器，也被称为 Volumix。借助这套增压系统，该引擎能够输出135马力的动力，并产生高达160磅英尺的扭矩，为驾驶者带来了颇具活力的操控感受，同时也展现了兰奇亚品牌固有的运动特性。然而，这款在性能上有所追求的发动机却暴露出不少可靠性问题，其机械增压器需要非常细致的保养和维护，且早期损坏的几率较高，这无疑增加了车主的维修成本。此外，密封件和垫片渗漏机油的情况也较为常见，而发动机容易过热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加速了这些故障的发生。正时皮带作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如果未能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更换，鉴于其干涉式设计，极易导致严重的引擎损坏。不仅如此，这款发动机的燃油经济性表现也并不理想，这在如今越来越重视燃油效率的汽车市场中，无疑削弱了其吸引力。每一款汽车发动机都有其背后的故事和评价。今天我们回顾了历史上评价最差的25款汽车发动机，而兰奇亚 Beta Volumix 的案例也印证了，即便是行业内的顶尖车企，也难免在技术研发上出现失误。您认为我们的盘点是否全面？是否遗漏了某些有争议的引擎？或者您觉得某些发动机的批评并不公平？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铃铛，以便及时获取更多来自汽车和工程领域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